他曾是脱口秀界的知名人物，一手创办了海派清口，并把他推向全世界，被认为是中国单口喜剧第一人。但在爆红之后，伴随着他的口无遮拦和狂妄自大，他的才华并不足以挽救急转直下的口碑。天狂有雨，人狂有祸，这句话放在他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。早年他曾讽刺郭德纲，喝咖啡的和吃大蒜的怎么能站在一起？然而到了今天，吃大蒜的依然风生水起，喝咖啡的却彻底凉凉。从叱咤风云沦为人人喊打，周立波到底干过多少件荒唐事儿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位被拉下神坛的周立波。周立波1967年出生于上海黄浦区，父母是上海黄浦区的富裕人家，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是实打实的上海滩小少爷。由于天生伶牙俐齿，能说会道，再加上骨子里透露出来的幽默劲儿，周围街坊邻居都管他叫小铁嘴，意思是没人能说得过他。虽说嘴皮子功夫了得，周立波的学习成绩却是差得一塌糊涂。即便家里在他身上下了不少功夫，他的成绩却始终不见起色。除了成绩差，周立波在学校还经常闯祸。然而在闯祸之后，他总是能用3寸不烂之舌为自己辩护。一来二去，父母也被这个小滑头磨灭了脾气，认为他只要不惹出什么大祸，也就随他去了。周立波也逐渐形成了高傲、做事散漫、没规矩的性格。一次，周立波给家里的长辈们模仿了一段老上海的滑稽戏曲，逗得大家捧腹大笑。父母自然注意到了儿子身上的喜剧和口才天赋，见他对老上海的滑稽戏曲如此痴迷，便想着既然他对读书一窍不通，那不如送他去学习滑稽戏曲，可能将来也算是一条不错的出路。就这样14岁的周立波便在父亲的陪同下报考了上海滑稽戏团。面试时，周立波把老艺术家严顺开的滑稽戏加以改编，配上幽默的肢体语言，让一众老前辈对他赞不绝口。而周立波也顺利地被剧团录取，师从姚慕双、周伯春2位大师，正式开启了学习滑稽戏曲之路。周立波的悟性很高，很快成为了剧团里能独当一面的台柱子。18岁时便开始独立登台演出，在上海曲艺界也算小有名气。21岁时，在恩师周伯春50周年的专场上，周立波大放光彩。他穿着笔挺的西装、皮鞋，梳着3-7分的油头，冷面毒舌的调侃，诙谐滑稽的动作，让台下的观众掌声和欢呼不断。这场演出过后，周立波得到了大上海小活宝的称号，也收获了很多粉丝。此时20出头的周立波逐渐沦陷在众人的赞美和追捧中，脾气本就有些高傲的他，也逐渐变得越发狂傲，目中无人了。曾经很赏识周立波的老艺术家严顺开曾公开表示过，周立波的确很有才华，但如果他一直这样心高气傲下去，总有一天会出事的。而此时的周立波正春风得意，哪会把老前辈的话放在心上？事实证明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严顺开的预测很快就在周立波身上应验了。随着名气越来越大，周立波越来越狂妄，他开始对同行和业界人士说些不太得体的话，演出也开始逐渐放飞自我，什么内容什么话都敢搬到台面上说，狂妄自大的样子简直不敢让人相信，这还是那个刚出道时谦虚有礼的小伙子。那么周立波到底做过什么呢？2012年，周立波在临近春节时办了一场春晚立波秀，那架势仿佛给人一种要和央视春晚一决高下的感觉。对此，不少网友忍不住调侃，认为他是在公开叫板。面对网友的调侃，周立波则认为自己并不是在跟春晚叫板，网友们的这种说法是在害他，还说春晚立波秀是观众在看央视春晚时方便一下的地方，仅此而已。但一个人办春晚还在地方卫视播出，这事儿也只有他敢做了。当时宣传到自己的节目时，他也说道，鉴于春晚越做越糟糕，将停播春晚改为立波秀。对于上春晚的话题，他也是高傲的回应说，自己根本不屑于上，因为春晚上的观众都是农民，而他不想让那么多农民认识自己。此话一出，先前还被他逗得哈哈直乐的网友们纷纷倒戈，集体声讨周立波。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因为口出狂言被骂了。2009年，周立波曾在一次采访中公开嘲讽郭德纲，吃大蒜的能与喝咖啡的站在一起吗？此话一出，立刻引起轩然大波。虽然彼时的德云社还没有多出名，但人家在相声界至少还是有声望的。
这边周立波刚说完，那边还是郭德纲徒弟的曹云金便在节目回怼道：吃大蒜的吃完之后嘴里才有味儿，喝咖啡的是因为嘴里有味儿才喝咖啡。或许是此事影响确实太大，周立波并没有对此回应，双方的矛盾也就一直僵持在这里了。得罪完相声界，周立波扭头又去招惹小品界。当初小沈阳靠着不差钱火起来后，在全国召开个人二人转专场。由于小沈阳的表演形式跟周立波大差不差，都是单人脱口秀。周立波在一次演出时大胆说道，自己最看不惯的便是上台穿裙子、走路还一蹦一跳的演员。很明显说的正是声名正旺的小沈阳。他这么直白的讽刺小沈阳，作为赵家班的班主赵本山会怎么想？然而周立波在接下来的演出有这样说道，演小品的人都不会正常的走路。这一下可把小品界得罪了个遍，随后还学着赵本山的表情唱起歌来。这一下再怎么不关注娱乐圈的人也都明白他所说的是谁了。更让赵本山下不来台的是，周立波还曾说过，他很多东北朋友都不会去装小丑，言外之意，赵家班和东北某些唱二人转的都是小丑呗。总之，他的这些明嘲暗讽放到现在每一句话都是一个热搜。或许是郭德纲、赵本山、小沈阳对周立波的讽刺都没有放在心上，因此并没有做任何回应，这让周立波从骨子里认为自己确实与众不同。那既然已经得罪了相声界和小品界，再多得罪几个也没什么好怕的了。作为他老乡的徐峥在一次采访中曾说过，他的风格不适合做主持，表演方式和水平也有待提高。本来徐峥也是好心提建议，没想到周立波瞬间不干了，发文讽刺徐峥，小弟弟你扮猪挺像，扮人挺囧，在评价人之前自己把人做像了。直到2008年，周立波在笑侃30年专场演出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招惹郭德纲。面对周立波一而再再而三的挖苦讽刺，郭德纲终于坐不住了，编了一段相声，名叫《你要高雅》，里面没提周立波半个字，却分分钟把他骂了个遍。好些个高雅的人喷了香水，我都能闻出人渣的味儿来，骨子里头的。光这2句话就足够周立波琢磨了。当然，除了跟郭德纲有着雅与俗的争论，周立波还仗着水涨船高的人气，越来越看不起曾经的恩师周伯春。说起周伯春，那可不是一般人，他曾是周恩来都曾竖大拇指夸赞的滑稽戏大师。可以这么说，没有周伯春的调教，周立波的喜剧之路不可能如开挂般迅速崛起。然而周伯春对他即便再好，他也不领情。遇到关栋天后，便把恩师周伯春抛到了脑后。2006年，周立波遇到了他的贵人关栋天，两人一拍即合，搞出了海派清口这个新鲜的单口表演形式。这种全新的脱口秀表演形式瞬间成为喜剧界的一匹黑马。同年12月1号，周立波在上海兰心大剧院开办自己的首秀，那热闹的场面堪比春晚，就连德高望重的严顺开老师都来捧场，甚至还说了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可谁知这浪子不仅没有回头，反而还在法律的边缘疯狂的试探。这场首秀让周立波在业界内站稳了脚跟，甚至许多网友都把他和郭德纲齐名称为南北段子王。更有网友评论道，南有周立波，北有郭德纲。一时间，周立波将自己的海派清口的招牌红遍五湖四海。但随着名声鹊起，周立波是越发没有底线了。例如在某次演出时，他不承认自己是周伯春的弟子，声称自己是自学成才。但在曲艺界最注重的就是师承关系，如今周立波连领进门的师傅都不认了，这不是白眼狼是什么？除了不认周伯春这位师傅，他还在提及关栋天时直接来了句，即便是10年前那顿简单的泡饭，也不该让我每顿都用鲍鱼、鱼翅来回报他呀。这话说的简直是要把恩人往死里得罪。两人起初在合作时，关栋天可是为他四处奔波，到处筹钱、跑手续、写剧本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关栋天估计在听完他说的这句话后，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可别以为这就完了，更荒唐的还在后面。1990年，周立波遇到了比他大6岁的迷妹张杰，对方十分倾慕于周的才华，经常到后台给他送花，一来二去，两人逐渐熟络起来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互称情愫，确定好关系后，两人就打算谈婚论嫁。周立波自认为事业有成又有名气，认为肯定会得到岳父岳母的青睐。可没曾想，张杰的父母在见到他后，强烈反对他们的婚事。
张杰的父母作为过来人，认为周立波过于能说了，给人一种很不靠谱的感觉。他们断定周立波给不了女儿幸福的婚姻生活，极力劝说女儿赶紧和他分手。不甘心的周立波便找岳父岳母理论，结果又被准岳父赏了闭门羹。从出生就被捧在手心里的少爷周立波怎能受得了这种窝囊气？他二话不说就把门给踹开了，紧接着一拳就打在了准岳父的眼睛上。这下好了，准岳父不仅当场就鲜血直流，一只眼睛还落下了残疾。周立波也因为故意伤人罪在监狱里蹲了205天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男友都把自己的父母打残了，这样的男人躲着还来不及呢。结果恋爱脑的张杰不仅死心塌地地等着周立波，还认定了非他不嫁。周立波出狱之后，他跟父母断绝了关系，立刻跟周立波领证结婚。然而张杰的一往情深没有换来周立波的反省，反而换来了是一次次的家暴。由于打人风波，周立波被剧坛开除，没有人愿意要他了。于是在妻子张杰的建议下，他开始下海经商，和朋友合伙开了几家公司。不得不说，周立波的运气和实力不算太差，他的好口才在商界依旧吃香，又赶上改革开放的时代红利，周立波很快就赚得盆满钵满，生意上如鱼得水，身价一路暴涨的周立波也开始肆无忌惮地进行了高风险投资，结果一夜之间赔光了家产，还欠下了不少债务。但周立波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，反而把一切过错都怪在了张杰的头上，频繁对他拳打脚踢。不堪受辱的张杰终于被打醒了，在看清了这个男人真面目后，在1993年与周立波离婚，随后远嫁日本。而周立波没有了张杰这个出气筒，只好独自偿还债务，整日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。2001年，走投无路的周立波，他再次想到了前妻张杰，厚着脸皮去日本求他原谅。此时张杰已经有着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按理说不该再对这个渣男动心。结果没想到，在周立波甜言蜜语的攻势下，张杰再度恋爱脑上身，直接抛夫弃子，跟周立波在日本复婚，并帮他拿到了日本签证，帮助他留在日本躲债。由于在日本没有工作，周立波平时都靠张杰赚钱来养活他。2006年，趁着国内喜剧行业发展的好势头，周立波回国与关栋天合作创立海派清口。等再度混到风生水起后，张杰便又被他抛到了脑后。2009年，一周立波秀红遍了大江南北时，周立波结识到了一位富婆胡洁。虽然与糟糠之妻张杰有着一字之差，但周立波对于两人的态度却是天差地别。这边对张杰不闻不问冷暴力，那边对胡洁又是嘘寒又是问暖。直到胡洁挥手送了他一辆法拉利当生日礼物后，张杰这边收到了周立波的离婚提议。得知丈夫有了新欢，数次被骗的张杰自然是悲痛万分。控制不住内心怒火的他，在接下来的2天里连发了13篇文章怒斥周立波。文中张杰曝光了周立波婚内出轨、被包养、吸毒等罪状。面对张杰的控诉，周立波只是反驳张杰是冲着钱来的，要钱未果才写文诬陷他。那到底是谁诬陷谁呢？2010年，张杰跟周立波签完离婚协议后，立马跟胡洁在美国完婚，并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婚礼。不仅请杨澜和高原来担任司仪，还请来了星云法师为其做证婚人。在富婆胡洁的扶持下，周立波的发展如日中天，中国达人秀、中国梦想秀等央视节目都邀请他当主要评委。然而随着事业上升到了顶峰，周立波的脾气也越来越狂妄，也越发的目中无人。2017年，周立波在美国公路上飙车，严重超速，致使警方拦住了他，要求对他的车内进行检查。好巧不巧，正好从他车里发现了枪支和大量毒品。这下好了，直接从段子手升级成了瘾君子。电影中的喜剧人生也不过如此。本来这事还有辩解的余地，毕竟证据不足，警方也没拿到关键证据。可目中无人的周立波非要来波大的，把责任都推到同行者唐爽身上。被惹急的唐爽不干了，直接放出一段周立波吸食毒品的视频。行了，这下周立波直接从嫌疑人实锤了，直接被警方逮捕。不过周立波和胡洁都是不差钱的主，在高价聘请了强大的律师协助后，周立波被无罪释放了。此时的周立波只要不作，部分死忠粉还是愿意相信他的。只可惜周立波太要面子，为了彻底洗脱罪名，3个月后他竟主动现身，再度要求验毒。他本以为国内和国外一样，只要超过3个月就验不出来，可惜他没预料到国内的检测更加严格，只要不超过半年都是能验出结果的。
果不其然，在检测单子上白纸黑字写着阳性后，周立波吸毒的罪名算是坐实了。至此，周立波也被正式列入劣迹艺人。不过周立波并没有因此落魄，而是在美国过着潇洒的日子。从他的社交媒体上也能看到，他和妻子胡洁住着大别墅，开着豪车，还能经常外出度假。远离公众视野的周立波，靠着富婆妻子胡洁的供养，似乎活得更潇洒自在。当然，有胡洁做自己的靠山，周立波依旧不改自己高傲、目中无人的性格。不可否认，周立波以其独特的才华，在脱口秀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，为艺术的多样性做出了贡献。然而，在星光熠熠的娱乐圈，才华横溢的个体并不罕见。真正难能可贵的是那些既具备卓越才能，又拥有高尚品德的艺术家。周立波的经历无疑是对其他艺人的一个警示，保持谦逊，尊重他人，永远是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。正如郭德纲曾说过的那样，学艺之前要先学会做人。